饭后做这一个动作就能让血糖减少一半，同时降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，长期下来能预防糖尿病和中风等严重疾病。乍听之下，这好像是在说某种灵丹妙药，但其实这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举动。然而，就是这个小小动作蕴藏着惊人的健康力量。我们将深入探讨其中的原理和故事，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揭开其中的奥秘。首先，让我们从一个日常场景开始。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？吃完一顿丰盛的饭菜后，浑身慵懒，眼皮开始打架，只想窝在沙发上休息。许多人饭后会感到昏昏欲睡，俗称饭气攻心。这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消化系统开始卖力工作，把血液调往胃部，脑部供血暂时减少，再加上血糖迅速升高又下降，引发疲倦感。此时，大多数人会选择坐下来滑手机、看电视，甚至干脆小睡一会儿。然而，就在我们懒洋洋地坐着不动时，体内正发生一场血糖大风吹，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，也就是血糖，正在快速冲高。当我们吃下碳水化合物或糖分后，大约60到90分钟内是血糖的高峰期。如果这段时间我们只是久坐不动，血糖会一路飙升，然后胰岛素被迫大量分泌，将多余的糖分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。这种急速升高又下降的血糖过山车现象，不仅让人疲倦，长期还会埋下肥胖、高血脂和胰岛素阻抗的隐忧。想象一下，饭后高血糖就像血管里突然涌进大量甜蜜的糖浆，黏黏稠稠。如果糖分一直滞留在血液中，对血管来说简直是一种慢性伤害。过多的糖会附着在血管壁上，引发发炎反应，日子久了使血管变硬变窄。糖尿病医生常说，高血糖就像在血管里跑，沙子会磨损血管。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中风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倍以上，因为长期高血糖让动脉硬化，血栓风险大增。而且当胰岛素大量分泌，忙着把糖分转化为脂肪时，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，一种血脂，也会不断升高。简单来说，饭后血糖处理不当，糖会变成脂肪在体内囤积，不只让人发胖，还提高了3高：高血糖、高血脂、高胆固醇的风险。这些都是引发心脏病和中风的罪魁祸首。我们每天重复的饭后习惯，其实决定着身体在走向健康还是疾病。听起来很可怕，对吧？难道我们吃顿饭就注定要经历这场血糖风暴吗？其实转机就在我们自己手中。回到刚才的场景，你吃完饭本想瘫在沙发上，但如果这时你改变主意，站起身来活动10分钟，情况会发生戏剧性的逆转。科学家和营养专家一再强调，饭后的90分钟黄金期，我们做了什么往往比吃了什么更重要。如果在这关键的1小时里采取行动，血糖峰值可以大幅降低，甚至不需要任何药物辅助。听起来像不是很了不起的建议，饭后动一动嘛。很多老人家早就这么说过了，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。这句古老谚语蕴含的智慧，如今正被现代科学以一系列惊人的数据所证实。接下来，我们将看到一连串有趣的研究发现，证明饭后活动的效果远超你的想象。有研究直接指出，饭后立即散步几分钟，对稳定血糖最有效，而且比等一会儿再运动效果更好。一项刊登在国际权威期刊的研究比较了3种情况：吃完饭不活动，饭后马上散步30分钟，以及饭后等1小时再散步30分钟。结果显示，餐后马上走的那组血糖上升幅度最小，峰值明显较低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们发现饭后走10分钟的效果，几乎可以媲美饭后静坐半小时再走30分钟的效果。换言之，只要抓住饭后立刻这几分钟动起来，根本不需要很长时间，就能享受到接近长时间运动的好处。另一项发表在运动医学期刊的分析，汇整了多项研究，得出结论，哪怕只是饭后轻轻散步2到5分钟，对降低餐后血糖都有明显帮助。短短几分钟的缓步走，就能让血液中的葡萄糖开始被消耗，不至于全部滞留在血管里作乱。或许你会问，我不方便出门散步，站着总可以了吧？站一站确实比坐着好，但科学实验发现，单纯站立的效果远不如走路。
因为站着虽然让腿部肌肉稍微用力支撑身体，但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泵血与燃糖动作。相比之下，迈开腿哪怕慢慢走，肌肉连续收缩，能泵出更多血液，消耗更多能量。所以饭后站10分钟，血糖下降有限，但饭后走10分钟，血糖不仅下降更多，连胰岛素分泌都更加稳定平和。走路时，肌肉像勤奋的工人，直接把刚吃进体内的糖领走一部分，当燃料烧掉，减轻了胰岛素的负担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饭后有活动的人血糖上升比较缓慢，之后下降也平稳，不会发生剧烈的过山车式震荡。那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呢？让我们看看具体数据。在一些实验中，研究者让一组人饭后保持久坐，另一组人饭后进行轻度活动，如走路，持续监测他们的血糖变化。结果非常惊人，饭后活动组的血糖平均比久坐组低了约 15% 到 20%。别小看这几分之一的降低幅度，对于身体可是意义重大。还有一个具体案例，营养专家 Jesse 曾在自己身上做试验。他饭后坐着不动时，血糖峰值上升了，比如加60满 DL。但如果他饭后做简单的踮脚尖运动，持续10分钟，他的血糖峰值仅上升加30，而且血糖很快就下降到正常，恢复时间缩短了近1小时。也就是说，饭后10分钟的小运动，将他血糖上升的幅度减半，这样的效果相当惊艳。想想看，原本血液里可能累积100单位的糖，有了一点运动后只剩下50单位，高出的那50单位去哪了？都被我们的肌肉吃掉了。肌肉运动时需要能量，最先动用的就是血液中刚刚送达的大量葡萄糖。与其让多余的糖转成脂肪囤在腰上，不如直接把它们烧掉变成热能，一举两得。说到这里，有些朋友可能会想，我年纪大了或天气不好，饭后也没法出门走路啊。别担心，即使坐着也有办法达成类似效果。科学家最近发现了一个人体内的隐藏秘密武器，就在我们的小腿肚子上。这块肌肉叫做比目鱼肌，小腿深处的一种肌肉，平时并不起眼，但作用非凡。美国休斯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在2022年发表了一项研究，让一群久坐的人在坐着的情况下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，提脚跟，也就是坐在椅子上，脚掌贴地，反复抬起脚跟，放下脚跟，连续做几十分钟。他们把这个动作戏称为比目鱼肌回圈运动，我更愿意叫它坐姿踮脚尖运动，因为听起来直观好懂。结果发现，这些人在喝下一杯含糖饮料后，如果持续做这个踮脚尖小动作，3小时内血糖波动下降了将近 50%。 而且更棒的是，他们的血液检查显示，因为这个运动减少了胰岛素需求，高血糖被平稳处理，身体的脂肪代谢率提高了1倍。换句话说，坏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的燃烧速度翻倍。想象一下，只是坐着动动脚跟，就让燃烧脂肪的炉火从小火变大火，直接多烧掉了1倍的油脂。这对于控制血脂、预防动脉硬化，是不是一个意外之喜？为什么踮脚尖这么神奇？关键就在于比目鱼肌的独特生理功能。我们的小腿肌肉其实有第2颗心脏的美名，平时走路时，小腿肌一收一放，帮助把下肢的血液往回挤，上半身的心脏不用那么吃力，所以适当活动小腿对循环很有益。而比目鱼肌是小腿肌的一部分，它有个特点，它是耐力型肌肉，天生适合长时间工作，不容易疲劳。当我们做踮脚尖动作时，比目鱼肌会持续收缩放松，不断消耗能量。更棒的是，科学家发现比目鱼肌喜欢燃烧血液中的脂肪和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，就好像它有自己专用的代谢引擎。一般的肌肉运动先消耗肌肉内储存的糖原，但比目鱼肌这个隐藏引擎却优先动用血液里的燃料，而且不用依赖太多胰岛素帮忙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只要轻松的抖抖脚跟，我们就能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调动身体，把血糖和血脂当柴火烧。这项发现一出，连医学界都啧啧称奇，称其为代谢的开关被打开了。过去人们认为降低血糖一定要剧烈运动或打胰岛素针，没想到身体早就内建了一个温和又高效的机制，只是我们平常很少去充分利用它。
我们再把目光转回日常生活，既然科学证明了饭后活动能带来这么多好处，那么坚持这个习惯的人，身体状况究竟有多大差别？我们不妨比较两种典型生活方式。贾先生饭后喜欢躺平，一吃完就沙发葛优瘫；乙先生饭后则习惯出门散步，或者在屋里走动收拾。10年、20年后，他们的健康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画面。贾先生或许体重逐年上升，肚子日渐隆起，定期体检报告上开始出现红字，血糖偏高，总胆固醇高，三酸甘油酯超标。医生警告他要小心糖尿病和心血管问题。而乙先生呢，他保持着匀称的体态，血脂、血糖都在正常范围，精神饱满。为什么？很大原因在于饭后那短短的几十分钟习惯。乙先生每次饭后走路，使得血糖不会堆积成灾，胰岛素负担轻松很多，身体更少将糖转成脂肪囤积，因此他的血管里也较少出现油腻腻的三酸甘油酯沉淀。长此以往，动脉保持弹性通畅，不易形成堵塞。同样是吃3餐，差别却仿佛一个是在开源节流，一个在寅吃卯粮。有一项统计数据特别发人深省，目前全世界大约有超过5亿人患有糖尿病，几乎每10个成人就有1人是糖尿病患者，而且预计未来20年内，这个数字还会节节攀升。如果我们细究原因，除了基因和饮食因素，很大一部分是现代人的生活形态出了问题，特别是吃得多，动得少。不少人白天上班忙，到了饭后只想放空休息，久而久之，血糖和血脂就在身体里默默累积，直到有天爆发成为糖尿病、高血脂、脂肪肝，甚至诱发心脏病和中风。世界卫生组织也一再提醒，缺乏运动是导致代谢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然而，改变生活方式往往被认为很难做到，但饭后走一走应该是所有改变中最简单的一件。它不需要特殊器材，不需要额外时间去健身房，只要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挪动脚步就行。或许有人会问，我每周也有规律运动，是不是就可以抵消饭后久坐的坏处？规律运动当然非常好，但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即使每周运动几次，如果饭后经常久坐，高血糖对身体的伤害仍然存在。也就是说，饭后不动和饭后有动的差异是独立存在的风险因素。你可以把饭后活动看成每天的小维护保养，就像一部汽车，平时保养得宜才能避免大故障。我们身体吃完饭如果不管它，让血糖长时间高企，就好比让车子长期高速运转却不换油，迟早引擎要出问题。相反地，饭后适当活动，把多余的油水清掉，等于每餐后都对代谢系统做了一次保养调校，长久累积，效果惊人。既然饭后活动这么重要，那应该怎么做才最好呢？其实没有太多复杂的限制，只需记住几个要点。第一，时间点愈早愈好，最好是吃完饭就开始活动，不用等。很多人担心饭刚吃饱马上运动会不会不消化，肠胃不适。在这里我们强调的运动其实是低强度活动，例如散步、站立、家务等，不是让你吃完就去狂跑或做激烈运动，所以不用担心消化问题。相反地，饭后慢走还能促进消化，因为走路时肠胃蠕动会变活跃，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。在日本曾做过类似实验，结果显示饭后立刻散步的受试者并没有出现消化不良，反而精神状态更好。第二，强度不用高，贵在持续。我们并不需要饭后快跑去流汗气喘，只要低强度即可，比如悠闲步行，在家原地踏步，甚至站着原地抬腿、踮脚尖都算。关键是持续10到30分钟左右，如果能走上30分钟当然极佳，但有时忙或累，10分钟也总比不动好。有研究指出，饭后走10分钟，分3次，每餐饭后各10分钟，对整天的血糖控制效果几乎等同于1次连走30分钟。这对上班族是一个利好消息，与其每天抽不出半小时运动，不如利用3餐后的碎片时间各活动一下，累积起来就很可观。第三，能走就走，不能走也要动。如果外面天气不好，或你实在走不开，那就地取材做点室内活动。
比如站起来整理家务、收拾餐桌、洗碗、拖地，这些都是不错的饭后活动，还顺便完成了家事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如果在办公室午餐后没有空间散步，那就站着活动一下身体，或在座位上做做踏脚动作。前面提到的坐姿踮脚尖运动就是一个极佳选择。办公桌下偷偷踮脚，没人注意，却在默默为健康加分。如果有楼梯环境，饭后上几层楼梯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当然要量力而为，不要太剧烈。第四，养成习惯，长期坚持。1天2天的饭后运动可能立刻让你感觉精神好一点，但要真正收到预防疾病的效果，还是要长期的日积月累，把它变成一种生活习惯，自然而然就坚持下去了。很多长寿村或长寿老人都有饭后活动的习惯，例如地中海饮食闻名于世的意大利人，很多社区都有晚上饭后散步聊天，他们称为 Passeggiata 晚间散步的传统。这不仅助消化，还促进社交，疏解压力，一举多得。中国的养生观念里，自古也提倡饭后走动，比如传说清朝乾隆皇帝非常注重养生，每天晚膳后必定在御花园散步消食，据说这是他健康长寿的秘诀之一。聊了这么多，你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一个饭后小动作能带来这么大的健康收益？我们用一个简单比喻来总结原理，把人体比作一座城市，饭后涌入的葡萄糖就像一批卡车把糖送进城里。如果城市里的工厂、肌肉开工把糖当燃料用掉，那卡车很快就卸货离开，城里交通畅通无阻，秩序井然。可如果工厂停工，肌肉不动，那些糖卸不下来，卡车只好堵在大街小巷，血管交通开始拥堵混乱，城管、胰岛素只好紧急出动，把糖堆进仓库，脂肪细胞暂存，勉强恢复通路。但时间一长，仓库越堆越满，城里身体也隐患丛生。久而久之，可能哪天大雨，压力一来，城里淹水造成严重损失，疾病突发。而我们所说的饭后散步或踮脚，就是让工厂马上开工，这样既减轻了城管的压力，也避免了交通堵塞和仓库爆满。如此一来，血糖被平稳利用，血脂也不容易在血管里沉积，身体自然保持健康有序。在医学上，饭后高血糖被认为对心血管伤害特别大，因为每一次餐后血糖飙高都会伤害血管内皮，加速动脉硬化。所以心脏科医生也建议，不只是糖尿病患者，所有中老年人或有心血管隐患的人，饭后都应该适当活动，这可以降低餐后血压的波动，保持冠状动脉供血顺畅，也就是保护心脏。甚至有研究发现，餐后高血糖和高血脂反复出现的人，比起餐后指数正常的人，几年下来中风或心脏病发作率更高。因此，饭后动一动，不但是给自己更多活力，还是在默默为未来的健康储值。一点小小的改变，可能避免日后在病床上的懊恼。也许有人还会有最后一个顾虑，每天饭后都走，听起来好麻烦啊，我真的做得到吗？别忘了，我们不是要你去跑马拉松，更不是额外抽出大块时间，就把饭后活动当成饭后的一部分，就像刷牙漱口那样自然。刚开始如果觉得难，不妨给自己找个伴，或者一些小乐趣，比如饭后跟家人一起出门散散步聊聊天，这时光其实很愉快，或者放点轻音乐，在家里走动做家事，当做一种放松。甚至你可以养个宠物，饭后负责带狗狗出门溜达，狗狗开心，你的血糖也开心。当你持续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不动反而难受，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。一旦养成饭后走路的习惯，哪天不走还觉得缺了点什么，身体会诚实的回报你。以前饭后容易犯困，现在神清气爽许多。以前夜里容易胃食道逆流，有了饭后走动也减轻了。以前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现在体重开始缓缓下降。以前体检血糖临界要吃药了，现在居然恢复正常范围。在不知不觉中，你已经向健康迈进了一大步，而且几乎没花什么钱，没有吃药的副作用，只靠一双脚和一点点毅力。总而言之，这个饭后一个动作，说穿了就是动起来。它可以是散步，可以是站立活动，可以是踮脚尖，形式不拘。
但宗旨只有一个，别让自己饭后成为沙发的俘虏。现代生活节奏快，许多人总觉得养生很难，但今天我们揭示的秘密告诉你，其实健康往往藏在一些最简单的不经意细节里。一餐饭后的小举动累积起来就是一辈子的重大改变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从现在开始坚持这个习惯，10年后的某一天，你照镜子发现自己依然身材匀称，精神饱满，你的朋友在为糖尿病烦恼时，你的血糖依然稳稳当当，你的医生夸你心血管年轻健康，而你笑而不语。毕竟这些年来，你每天饭后都在偷偷减糖减脂。这种稳健的养生之道，正印证了一句话：保持健康的秘诀不在惊天动地，在于足下寸步。每一步小小的饭后散步，每一次轻轻的踮脚运动，都在为你的长寿和健康积沙成塔。现在，你还会忽视饭后的黄金10分钟吗？不妨从今天开始，给自己定一个目标，每餐饭后站起来走一走。无论是为了远离糖尿病、高胆固醇这些慢性病，还是为了让未来的自己少一次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，这都是值得的投资。让我们牢记这个简单却强大的行动，并把它付诸实践。饭后一个动作，健康近在咫尺，您的身体会由衷感谢现在努力的你。让我们一起迈出这关键的步伐，迎向更健康的未来。